森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呀，小编主要给大家讲讲有卧蚕的人命运如何。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的好坏呢，对一个人的命运影响是很大的。细心观察的人都会发现，很多名人或者富豪紧邻睫毛下缘呢，又会有一条约4到7毫米的带状隆起物。不了解的人呢，会把它当作是眼袋，其实并不是，因为它好似一条蚕宝宝横卧在下睫毛的边沿，所以被称为卧蚕。那如何分辨眼袋和卧蚕面相呢？有卧蚕面相的人命运又如何呢？小酱汁今天就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什么是卧蚕眼？卧蚕是我们中国人用来形容眼的名称，是桃花眼的一种，又称眼苔、眼轮或者卧蚕，即眼睛下方紧邻睫毛下缘微微隆起的部分，呈椭圆形，微笑时呢会更加明显。卧蚕眼和酒窝一样，在人群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但有的人明显，有的人呢就不明显。有卧蚕的人容易让人亲近，有魅力，正是因为有卧蚕的存在，让人笑起来更有魅力，感觉讨人喜欢，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有卧蚕眼的人命运如何？整体来说呢，有卧蚕眼的人是上天的宠儿，一生命运都比较好，容易大富大贵。从面相上看呢，有卧蚕之人头脑聪明，运势较好。男人有卧蚕，性格平和，做事踏实稳重，年纪轻轻呢就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有贵人相助，事业上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异性缘旺，魅力之大，未来感情一帆风顺。女人有卧蚕注定是富贵命，外表迷人，交际能力强，桃花运不断，婚后呢有旺夫运。具体可以从哪些方面看出呢？人缘。有卧蚕眼的人一般人缘都会比较好，他们比较有魅力，非常讨人喜欢，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而且他们大多性格比较好，容易相处，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因此更容易讨别人欢心。尤其是当他们笑起来的时候呢，眼睛会有种轻盈的润泽的感觉，所以身边呢会有很多朋友围着，人缘就会比较好。子女运。面相俗语中有提到，目下卧蚕纹，当生贵子孙，意思就是说眼下有卧蚕主富贵，生贵子。卧蚕其实在相学上面呢，我们也叫它为子女宫。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都可以从这个位置看出他们的子女未来是否有出息，再或者呢，以后自己的感情生活、子嗣的健康问题都能从这个位置看得出来。如果一个人生的卧蚕比较丰满、肉厚饱满，说明这个人日后的子女将会福禄双全。子女宫柔软丰满的人，感情大多又比较温柔，也比较有魅力，日后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呢，眼光也是相当的独到。子女宫凸起的人呢，都比较有人格魅力。而如果一个人的卧蚕位置比较凹陷，又是乌青色的话，干瘪无肉的话，则说明这个人的子女运较差，日后呢，子女会体弱多病，不好管教，会因为子女的事情奔波，也会因为子女的事情让自己心力交瘁。就感情而言呢，由于内心感情比较内敛，在恋爱感情运势上会比较不顺利，容易错失好姻缘。感情运。有卧蚕眼的人呢，一般感情运比较好。男人性格大多温顺，而且有耐心，在选择伴侣上面会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对自己的另一半也可以说是倾注所有去关心和爱护。女人天生就比较善良、天真烂漫，也正是这一性格能够吸引很多异性朋友的喜欢，所以婚后呢也会有很多的福运。婚姻生活会经营的有声有色，当然他们中晚年运势也会非常好，较能幸福的过到这一生。张智霖眼下呢就有卧蚕纹，他跟爱人袁咏仪的感情就一直很好。贵人运。有卧蚕的人性格比较稳重，思想呢也会较同龄人稍微成熟一些，即使工作和生活上出现一些棘手的问题也能够很好的去处理，所以很容易就能成为上司或者老板的左膀右臂，事业上面的成功率会比较高，贵人运要比其他人都要旺盛。工作中呢，常常遇见赏识自己的贵人，并且得到他们的指导，事业可谓是一帆风顺，大红大紫。赵丽颖眼下就比较明显的卧蚕纹，
5. 财运，事业运强，性格又好，那么有卧蚕的人自然财运方面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人的财呢，主要来自2个方面，一个是来自工作上面的正财，一个是来自另一半的财，而且他们在管理钱财上呢，也有很好的独特见解，很容易就能够做到财生财，能够很轻易的通过自己的理财小技能成为大富翁哦。6. 心态，卧蚕眼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亲切和睦，面如其人。这类人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都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挑战一切。人常说呀，以和为贵，拥有卧蚕眼的人永远保持平和的心，不争不抢，不急不躁，好运总会降临。感情中呢，如果有一方多忍让多包容，必定能够走得长久，和谐顺畅。3. 如何区分卧蚕和眼袋？卧蚕有时候很容易让人与眼袋相混淆，其实卧蚕和眼袋是有很大区别的。眼袋是呈三角形状的，位于眼睑子女宫再下一点的位置，而卧蚕呢则是椭圆状，像一条蚕宝宝一样窝在下眼睑的位置。卧蚕和眼袋还有一点区别，就是有眼袋的人笑与不笑都会给人一种很憔悴的感觉，而有卧蚕的人则永远给人一种亲和力十足的感觉。眼袋无论何时都会有，而卧蚕只有笑的时候才会显示。4. 整容而成的卧蚕眼命运好不好呢？从相学角度分析整容是属于破相的一种，这件事情首先是不支持的，所以呢，整容的卧蚕眼一般命运不会好，但具体还是要结合命主本身的命理情况以及对面相的破坏程度进行分析，而且整容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小酱汁老师呢建议大家还是要三思熟虑后再做决定。除了小酱汁上面讲的这些呢，其实有卧蚕眼的人早年健康方面容易出现问题，需要多加注意。但总的来说有卧蚕的面相命运是非常好的。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男人这17种好色面相最不负责任。生活中最不缺的就是一些好色猥琐之人。虽说好色是男人的本性，但有些男人过于好色，思想龌龊，实在是令人反感。而生活中女人们也最害怕遇到这样的男人，毕竟他们好色猥琐的外表下也必定暗藏着一颗坏心眼儿，因此我们不得不防范这类男人。而一个男人是否真的如此好色，如此龌龊，不仅可以通过日常的相处中得知，还可以通过个人的面相特征中得知。那么好色龌龊人的面相特点有哪些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眉毛散乱无章。眉毛又称情缘宫，眉尾代表了一个人的理智和态度，眉头代表了一个人的感情。如果一个男人眉毛比较粗，生得杂乱无章的话，这种男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大多不专一，比较的好色。眉乱即心乱，这种人容易心里长草，在美女面前没有什么抵抗力和控制力，这种男人经常惹人生气。2. 口尖唇薄，只会说。嘴巴代表了一个人的情感和欲望，如果男人口型尖，嘴唇比较薄的话，这种男人大多比较的薄情寡义，说话容易满嘴跑火车，经常说谎，不切实际，人前装得很实在，骨子里是个极不真诚的人。这种男人为了达到目的特别的努力，但是得到后却不知珍惜，喜欢花言巧语，对待感情全是套路。3. 鱼尾纹路较深。鱼尾又称鱼尾，眉眼之外的太阳穴位置，在相学中称为夫妻宫，是代表男女婚姻感情的重要位置。如果男人到了40左右，眼睛尾部鱼尾纹比较深的话，大多都是纵欲过度所导致的。这种男人一般都比较的好色，重视情欲，不知节制，遇见这种男人一定要小心。4. 耳朵小又张开，耳朵为肾之外窍，耳朵大小代表了一个人的肾气强弱。如果一个男人耳朵比较小，并且耳朵向外张开，也就是外面常说的招风耳，这种现象大多都是由于先天肾气不足所致。从中医上讲，这种男人大多肾气较虚，容易沉迷于男女之事，并且这种男人的脸上一般容易出现黑气。
5. 八字眉小眼睛。八字眉的男人一般性格都特别好，在家爱护妻子，在外乐于助人，属于那种好好先生的形象。花钱方面也比较的大方，异性缘特别的好。但是这种男人大多比较的闷骚，比较注重肉望方面的满足，而小眼睛的男人一笑起来都会给人一种是色眯眯的感觉，基本没有女人能忍受这种好色花心的男人。6. 腮骨尖削。腮骨一般代表了一个男人的意志力和定力，一般腮骨尖削窄小的男人大多意志力比较差，没啥定力，遇事没主见，容易被别人的意见左右，经不住诱惑。如果再配上小嘴的话，这种男人大多比较擅长花言巧语，追女孩特别有一套，但也比较的绝情，极为的不负责任，并且有一些特殊癖好，喜欢比自己年龄大的女人。7. 法令纹过深。法令纹作为颧骨的延伸，也是权力的一种象征，代表事业工作。如果男人法令纹深长的话，这种人看上去比较的威严，事业运比较的好，比较吸引异性，但同时对于异性的抵抗力比较低，比较的好色。8. 天生卷发。天生卷发的男人一般心思比较细腻，而且富有文艺气息，非常的有才华，平时也比较的注重打扮和时尚，对女性也非常的体贴，并且有着很强的浪漫主义情怀，表面看上去文质彬彬，非常的有女人缘，虽然胆子比较小，甚至婚后会比较惧内，但是在感情方面却容易见异思迁，非常的好色，也不会在乎另一半的感受，出轨的几率非常高，所以如果遇到这种男人，还是尽早放手为好。9. 桃花眼。桃花眼的男人眼睛看上去水汪汪的，充满柔情，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种眼睛非常能传达自己内心的善意和温柔。拥有桃花眼的男人一般性格也非常温柔，很会照顾人，看上去总是似笑非笑，对于女性有着非常强的吸引力。但是这种男人比较的优柔寡断，在感情方面不懂得拒绝，也不会安守本分，非常的花心，在外面风流多情，容易惹下很多的感情债。10. 额头太窄或内凹。额头为天庭，代表了一个人的智慧和心胸。如果男人额头比较窄，发际线比较低，且额头正中有些凹陷的话，一般这种人做事往往缺少规划，缺乏大智慧，小聪明比较多，并且贪心极重，不仅贪利贪名，内心有些扭曲，享受征服一个个女人所带来的成就感和欢乐。11. 蒜头鼻的男人。所谓蒜头鼻是指鼻头非常大，并且鼻头肉比较多，山根不是很高，鼻头和两侧鼻翼差不多一样大小，整个鼻子看上去就像一个蒜头一样。这种面相的男人大多比较务实，平时不拘小节，追求一种无忧无虑、自由快乐的生活方式，但是欲望强烈，对待感情比较随性，不够认真，为人非常的好色和猥琐，只喜欢索取，不懂得付出，并且得到之后不知道珍惜，还是远离为好。12. 头发稀少，脸大。我们常讲聪明绝顶，说的便是头发稀少之人。这种人一般比较聪明，特别爱耍小心眼儿。如果再加上脸比较大的话，这种男人一般脸皮比较厚，看上去也非常的猥琐，内心非常的不安分，喜欢去欺骗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女生，为人十分的好色，也不太在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婚后容易耐不住寂寞，做出对不起老婆和家庭之事。13. 上下嘴唇厚。嘴唇薄厚代表着一个人对于感情的态度。如果男人上下嘴唇都比较厚的话，这种男人一般性格开朗，待人非常的热情，对于感情也非常的积极和主动。不过这种男人一般有着很强的猎奇心理，对待感情方面喜欢追求新鲜和刺激，而且对待女性也非常的温柔体贴，性格比较好。如果获得女性的芳心，不过这种男人却喜欢与异性玩暧昧，婚后也不知道收敛。女人如果选择这种男人时，一定还是谨慎为好。14. 嘴巴小的男人。嘴巴小的男人与脸庞看上去极不协调，心思比较细腻，魄力不足，喜欢与人斤斤计较。
这种男人一般成不了什么大事儿，但是小嘴的男人却比较好色，并且最会花言巧语哄骗女人，但是对于钱财方面却把得很严实，即使给女人一块出去吃饭，也不喜欢主动付钱，只会用情话和关心的话来感动女人。这种男人最没有责任心，也没有担当，一旦遇到事情肯定会自己开溜大吉。15. 奸门有志。奸门位于眉眼之外的太阳穴位置，又称夫妻宫，代表了一个人的感情和婚姻状况。如果奸门有志的话，这种男人最会花言巧语哄女人开心了，能言善辩，喜欢说谎，欲望强烈，对待感情非常的不专一，最喜欢背着爱人与别的女人搞些小暧昧，容易变心背叛婚姻。遇到这样的男人一样要当心。16. 眼尾有痣。眼尾为夫妻宫，也称奸门，此处长痣的话皆为桃花痣，一般看上去整个人就会显得有些轻浮。这种人一般喜欢追求新鲜和刺激，不喜欢一成不变，所以这种男人对待爱情大多也没有忠诚度，或主动或被动，身边的桃花比较旺。尤其是左眼眼尾长痣的话，麻衣神相中有言，左眼有痣好色淫荡，表示左眼尾有痣的男人比较的好色，甚至到淫荡的地步。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一定要三思而行呀。17. 体毛多的男人。体毛对男人来说也是体内的男性荷尔蒙激素分泌过多导致。从相学角度和审美角度来说，对很多女性而言，如果男人体毛较多的话，看上去比较的性感，也比较的有男子气概。这种男人一般生理需求较为旺盛，内心也比较的好色，对待感情缺乏专一和忠诚，即使是婚后也喜欢在外面乱来，很难留住他们的心。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酱汁。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女人有8大特征，一生福泽深厚，能中3条的运气就不错。看相怎么分析女人的面相好不好呢？女人的名字可以看出什么信息呢？女人的面相怎么看最好呢？下面是有关女人看相算命的相关内容，快来看看吧。1. 鼻枕浑圆，别人不羡鼻子看财，女看夫运。鼻头与鼻翼要有肉，鼻头代表一个人的赚钱能力，鼻翼厚代表聚财能力。鼻子鼻型好，要和脸型五官相适应，不能鼻尖没有宽度，代表圆滑尖刻，诚信不足，而且鼻梁不可以陷下去，容易遭遇事业挫折。有完美的鼻子的女性，不但自己财运好，还可以吸引前途很好、会赚钱的男人，自然可以嫁给好老公。有着鼻直而挺、山根丰隆、鼻翼饱满的鼻相，这样的女子很有贵气，能做夫人命，凭借着自信与干练，事业上都会有所斩获。迎夫帮夫，这是大鼻美女会做的事，豪门中人都会喜欢选择这样的人做夫人。2. 下巴圆厚。俗话用天庭饱满第2个方圆来形容一个人的面相如何之好。由于女人体内阴质比较重，体型天生圆润柔和，如此好的下巴之相，当然是方圆饱满、敦厚富实。凡是拥有此种面相的女人，一般都性情宁静，生活安逸，晚年运势一佳，能够以养纳福。虽说女人拥有一张瓜子脸能为其增色不少，但若是下巴过尖，则阴质不足，后运欠佳，婚姻感情和晚年生活较差。如果生得一副尖嘴猴腮之相，则更非女人中的善良之辈。相书中有言，丰恶成仪，旺夫兴家，说的就是下巴丰满并且拥有双下巴的相貌，就是有帮夫运的好相。娶到这样的女子为妻，做丈夫的非常幸福。她们会是标准的贤内助，对全家人都相当的体贴，而且开朗大度，温和敦厚，是可以信赖相守的终身伴侣。下巴圆厚的女人性情很好，很仁厚，不但嫁的老公家中有祖产，而且公公婆婆也会很疼爱，这样的女性也会得豪门青睐。3. 额头开阔。相学认为，人的运势好坏从面相上看，主要是由额部来推断，因为额能统治人的面位，决定人的财运、事业运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发现，名流商贾、达官贵人基本上个个都是天庭饱满、地阔方圆、一脸福相。他们的额头不但光亮明润，没有留痣和破疤，额头形状也生得极为美好。
额具体位置是从额前发际到眼睛上方，它能透析出一个人祖上遗传、智力表现、财运、桃花运等。额中发际偏下，所谓美人尖，通常有艺术天分、自我欣赏。额头饱满高级的女性，老公往往出身豪门，相处愉快。除了本身容易得到先祖的阴泽，而且老公的事业也顺风顺水，所以是旺夫相。4. 耳垂有珠。耳朵太小没有珠的人个性很急躁，耳朵代表钱财，有珠的人通常父母亲一定会留财产，就算没有留，她的老公自己也会白手起家。有着大的耳垂定然是命好不怕运来磨的类型，耳垂厚大的人金钱运、朋友运都不错。耳垂大又柔软的人对人十分宽厚，尤其对自己的老公、孩子都会有一份温馨体谅的心意，有福音有人缘，这样的女人有福气，人见人爱。5. 嘴巴棱角分明。嘴大容权主贵，富贵之相，老公有大房子又体贴，嘴巴棱角嘴，而且略略上扬，不讲话时像在微笑的女人，很注重生活品质，因此在恋爱选择的过程中，选到的老公通常会让他们生活品质不错，因此往往都会有蛮不错的房子。嘴巴代表一个人的诚信度与实路，嘴型好气色也好，一辈子衣食无缺，不愁吃穿。6. 眼睛眉毛。面相可以通过眉毛来推断人的贤能，看其一生运势、人际关系、朋友好不好，甚至夫妻感情。眉毛中段上挑的女性进取心强，眉毛不可离眼睛太近，眉压眼代表急躁，容易有官司麻烦。眉若淡，有头无尾，无情。眉毛长，个性仁慈，感性，常感情用事。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要有神，黑白分明。眼大感情丰富热情，若眼小则懦弱，不适合有很多的不动产。眼泛水为桃花，主多情有异性缘，但是这样的面相容易出绯闻，反而不利于嫁入豪门。下眼皮眼袋的部位很重要，代表仔细精力。一个人的形貌可以通过美容来做些修改，但眼睛是怎么也改不了的。慈眉善目与一个人的日常修为有直接的关系，无法隐藏。眼神好是真正的贵气。7. 颧骨。两颧配鼻子，鼻为主，颧为仆。仆高则劳心力，面相所有的东西都是要有肉，颧骨有肉才会护财，才会有钱。鼻高则颧骨可高，若颧骨太高为病其主，但是也不能没有颧骨。面部平平与权力无缘，一个女人如果颧骨高，多喜欢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难以与男方的家人，特别是公婆处理好关系。而腮骨过于消瘦的女人，消极悲观，缺乏魄力，对先生的事业少有帮助。古人称这种人缺少帮夫运，所以这两者都不属于好的女人之相，与豪门缘分浅。8. 人中法令纹。女人要是具有清晰深长的人中，必定是肾功能强，利于把优良基因遗传给孩子的身上，所生子息也容易心存孝道，聪明多福，未来成就且高。人中形美也是长寿的表征，故而人中也有寿堂之誉。聪明加上高寿，夫荣子孝才是好命。鼻子两边法令纹舒展者，女性笑容尤其好看，表示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但是年轻的女性法令纹明显，反而表示与双亲缘薄，家运走下坡的凶相。那么什么面相特征的女人旺夫呢？1. 面型方正。女子面型方正，额头偏方且腮首突出，同时脸有丰腴肉质，脸型方中带圆。这种女子心胸宽广，广结好友，又乐于助人，细密的心思可以帮丈夫渡过难关。若丈夫遇有难关，她会热心为其出谋划策。2. 鼻要生得好。如果女子拥有直而挺、鼻头丰隆、鼻翼饱满的亮鼻相，加上鼻梁无痣及鼻孔不露之福相，多半很有帮夫运，因为鼻梁为夫星，主婚姻、权力及财运地位。若女子的鼻生得好，就会增强丈夫的运势，使其事业顺利，财运亨通。3. 下巴要丰满。下巴丰满且有双下巴的女子，属于帮夫运面相中的福相。下巴长得圆满的女子容易相处，善解人意。下巴圆润有肉者属于享受型面相，有领导才能，受人拥戴，对丈夫事业非常有利。此外，腮骨最好有点显露，但非突出那种，要有肉包住才好。4. 口小齿齐。
樱桃小口加上嘴唇色泽偏红，齿列整齐，不尖不爆，齿色偏白的女子，和丈夫关系甜蜜，感情生活美满，能享受美好生活，其性格中庸，既不情绪化，也不喜欢大起大落的生活，善解人意的个性使家庭距离增强。5. 眉形如柳，眉形弯曲幅度相当大，同时呈现弧形的眉毛，其层眼头长长的到达眼尾后方，便属柳叶眉。拥有这种眉形的女子有无比的善心，心肠柔软，有帮夫运。6. 眼神清澈，眼睛稍大，眼珠黑白分明的女子，多是天真开朗，带点孩子气。她们进退有礼，没有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气，因为命好，都以正面思考看待世人。尽管人生有低潮与挫折，面对逆境时会有克服与转移的思想，并不会大难临头各自飞，可与丈夫共患难。7. 耳珠厚大，有此耳相的女子，金钱运、朋友运及帮夫运均相当不错，待人宽厚，尤其对丈夫、子女会体谅其心情。所谓有福音又有人缘，家人一定能够接受到她的福气，享受衣食无忧的生活。8. 声音柔和，声音柔美甜润，中气畅旺的女子，即使面貌平凡，却能嫁得条件相当不错的男子。这类女子个性多半温柔体贴，持家有道，是典型的贤内助，让丈夫专心外出闯天下。8. 两全要亮，女子面相中颧骨高度要贴近眼尾，并且有肉包住，而非突出的颧骨那种，便属旺夫益子相。他们对家庭及丈夫事业皆有帮助，相夫教子，头头是道。10. 人中清晰，有帮夫运的女子眉头较阔，即心胸广阔，任何事均不会斤斤计较。女子具有清晰深长的人中，必定是繁殖能力强，子女多具优良的遗传，心存孝道，聪明多福，成就一定高人一等。今天就讲述到这里，如果喜欢，欢迎大家点赞评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祝大家生活美满，家庭幸福，下期再见。